你是何人？见到我姐姐竟然不行礼，你不知道我姐姐是谁吗？见到楚风竟然站着不动，那蓝胭脂便指着楚风大喝一声，果然如张天翼所说一般，丫头刁蛮的很。他此话一出，在场之人有的意料之中，有的大吃一惊，因为蓝胭脂这句话已经侧面的告知所有人，他与兰溪的关系，原来兰溪是他的姐姐。见状，楚风面色不改，淡淡一笑，我为何要向你姐姐行礼？兰溪师姐，她是我朋友，叫做楚风，并非四海书院弟子。与此同时，张天翼也是赶忙解释，示意楚风可以不对兰溪行礼。虽然张天翼平时天不怕地不怕，但是也要分时候分人。虽然他并不怕蓝胭脂，但是这兰溪却不同，这兰溪身份和实力都在他之上，还是如今的他们所不能得罪的存在。不是我四海书院的弟子，来此处做什么？当我四海书院是什么地方？是可以什么人都随便进来随便走的吗？蓝胭脂很是不爽的喝道。好了，胭脂。兰溪先是瞥了蓝胭脂一眼，随后看向张天翼等人，和善的笑道，既是同门弟子，又是同辈中人，你们没必要这么客气，下次见我无需失礼，多谢兰溪师姐。张天翼等人皆是起身，而见其姐姐已是这般，蓝胭脂也是不好多说什么，于是将不善的目光投向了苏柔和张天翼四人。你们四个隐藏的够深的呀，居然到了今天才发现，你们的修为并不弱于我，尤其是你张天翼，你竟然已经超越了我，看来你暗中没少下苦功啊，心思真是够深的。不过千万不要以为只是这种修为就能在千年古城内肆意妄为了，凭借你们的实力，连触碰武妖的资格都没有。见到那蓝胭脂当着自己的面斥责自己的爱人和兄弟，楚风的怒火噌的一下就冒出来了。本想说些什么，胭脂怎么与人说话呢？不是告诉过你说话不要太难听，对人不要太苛刻吗？但令楚风想不到的是，那兰溪竟然抢先他一步开口了，姐姐，不是我说话太难听，也不是我对人苛刻，实在是他们四个之前故意隐藏修为，故意让我放松警惕性，然后偷偷超越我，这实在太可恶了，他们这显然是故意的，是有意让我出丑。蓝胭脂愤愤不平的道，也亏他能想到这种荒唐的理由，你自己不求上进，还怪起别人。你要是始终不放松，而是一直努力修炼，就算别人再怎样，也无法影响你去进步。但若是他人本就天资不俗，在你之上，就算你再努力，你也无法阻止别人超越于你。胭脂，不是做姐姐的，我说你这个性格真的是被书审惯坏了，有时候真是蛮不讲理。你可知道这世界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会吃大亏。兰溪毫不留情地批评道，姐姐，我虽然蓝胭脂向来霸道，但那也是对于其他人，对于她的这位姐姐，她可不敢有一点脾气，只能低头不语。毕竟她在四海书院之所以敢这么霸道，靠的就是她的这位姐姐。兰溪妹妹，你也来了。突然，远处响起一阵哈哈大笑，打破了这一尴尬局面。紧随其后两道身影从天而降，是王龙和王月两兄弟出场了。王龙与兰溪显然很熟，落地后便一直与兰溪寒暄，根本不正眼看一眼楚风等人。而那王月更是高傲无比，他身上的傲气竟然比那蓝胭脂还要浓郁几分。不过楚风是多么敏锐之人，一眼就看出，实际上那兰溪并不太喜欢与王龙交谈，但是碍于情面，才没有不理他而已。再加上那王龙实在话多，所以二人才显得关系像是十分要好一般。但是楚风也还发现，王龙虽然嬉皮笑脸的与兰溪聊得火热，但却也时不时的向自己这个方向瞟上几眼，并且目光中泛有色光，可见这王龙真的是一个大骚包，已经打起了苏柔和苏美的主意。楚风需要小心警惕才是。这么热闹，你们两个都来了。而突然之间，又有一道身影从天而降，是一位英俊潇洒、风度翩翩、气宇轩昂、修为不凡的美青年。当这位出现之后，那识字导师的女弟子顿时眼泛桃心，小脸绯红，就连那蓝胭脂也是笑得异常甜美。显然他们都难以抵挡那人的魅力，被迷惑了。但是哪怕那男子再有气度，可苏柔苏美却视而不见，根本看都不看一眼，并且那兰溪也是反应平淡。而对于这位美男子，楚风也曾见过，正是四海书院三大天才的最后一位秦羽。他怎么也来了？认出此人正是秦羽后，苏美柳眉紧皱，很是不悦地嘀咕起来，小美，你认识他？楚风开口问道。认识，是个臭不要脸非常烦人的家伙，四海书院的三大天才，我最厌恶的就是他。苏美撇了撇嘴，似乎有些委屈，不过看了眼楚风后，又赶忙说道，没什么啦，只是见过几次面而已。说话之间，一把抱住了楚风的胳膊，并且将那迷人的小脸紧紧地贴在了楚风的手臂上，那叫一个腻歪。楚风的心思多么细腻，尽管苏美没有说什么，但是楚风也是听出了大概。很显然，是这个叫做秦羽的家伙看上了自己的小苏美，并且应该骚扰过苏美才对，否则苏美不会这般厌烦于他。秦羽兄，你怎么也来了？莫不是这里也有你的弟弟妹妹？王龙哈哈笑道。他与秦羽的关系是真的很不错，因为足够臭味相投。没有，秦羽摇了摇头，我就说嘛，那几个货色怎么可能与我秦羽兄弟有关系？见秦羽摇头，王龙笑得更大声了，话语间将楚风等人全都给侮辱了一遍。王龙兄，话不能这么说，虽然我与他们并非亲戚关系，但是你不能不承认，他们之中也有特别优秀之人。秦羽微笑道。听得此话，王龙先是一愣，随后又猛然反应过来，将目光投向了苏柔和苏美地方向，一脸坏笑的道，还真别说，那两个丫头长得还真是不赖。秦羽兄认识她们，那是一对姐妹，叫做苏柔和苏美。不过你了解我，只喜欢嫩一点的，所以那个妹妹苏美是我的菜。秦羽得意一笑，说话之间也是将目光投向了苏美。为了衬托她的帅气，秦羽转身之时还故意甩动了一下秀发，整理了一下衣袍，想要彰显她迷人的风度。然而当他转过头来之际，脸色却是顿时一僵，双目顿时一颤，
目光中涌现出意料之外的吃惊，紧随其后那吃惊的目光又化作2道冰意十足的寒芒，因为他发现自己中意的女子，连做梦都想抱入怀中的苏美，此刻竟然一脸甜蜜地依偎在他人的怀中，并且那个亲切劲，简直让他极度的想死。王龙兄，那小子是何人？你可认识？秦羽对王龙问道。秦羽大哥，那个家伙不是我四海书院的弟子，我们都不认识。一旁的蓝胭脂抢先说道。而听得此话，秦羽更是大怒，也不再问东问西，而是指着以至高无上，如同命令奴仆般的语气对楚风喝道：“给我放开他！”秦羽这一嗓子胜过雷鸣，宛如万道雷霆平地而起，就连这片大地也是被震得剧烈一颤，虚空都被震得轰隆一声，在场之人猝不及防，更是被吓了一跳。这一刻，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楚风和苏美，他们不是傻子，看到楚风与苏美那亲密样，再看看秦羽那满脸醋意，就如同别人抢了他媳妇一样的苦逼表情，所有人都看出了事情的端倪。这显然是秦羽对那苏美有意思，而这苏美又心有所属，所以秦羽愤怒不已，是想要当中教训那苏美旁边的小子了。这一刻，在场的大部分人嘴角都不由掀起了一抹冷笑，眼中涌现出了期待之色，已是做好了看好戏的准备。因为秦羽在四海书院的地位毋庸置疑，他们都想看看那个抱着苏美的毛头小子会有多惨。眼见着秦羽怒火滔天，甚至隐隐间散发出了杀意，苏美也意识到事情不妙，毕竟对方可是4品武军，所以赶忙松开了那紧紧抱着楚风手臂的手。然而令在场之人意外的是，就在苏美刚刚放手之际，楚风却手臂张开，直接将苏美这位娇小可人的小美人一把抱入了怀中，并且抱得更紧。娘的，我让你放开他！见到这一幕，秦羽更是怒火滔天，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秦羽是真的动怒了。只不过令人更加意外的却在下一幕发生了。对于那秦羽如此赤裸裸的威胁，楚风不但不惧，反而轻蔑地看了那秦羽一眼，淡淡的道：“管我楚风的事，你算什么东西？”楚风，好，你个楚风，在这四海书院内敢这么对我说话的，你还是头一个。不过我也会让你知道，这么对我秦羽说话会是怎样的下场。眼见着楚风不但当众抱自己心仪的女子，并且还当众顶撞自己，秦羽终于忍无可忍，说话之间便要对楚风动手。不过就在秦羽刚要动手之际，却有一道身影挡在了他的身前，是兰溪。秦羽，不要冲动，刑罚长老和天字导师他们来了。兰溪阻止秦羽的出手后，低声说道。而听得此话，秦羽也是不得不压住自己的怒火。虽说他在四海书院地位超然，但是在长老面前对这样一个外人动手，反倒显得有失身份。最主要的是，听得刑罚长老4字，秦羽已是计上心头，有了对付楚风的妙计，所以他也没有再强行动手，而是瞥了楚风一眼后，嘴角掀起了一抹冰冷的笑意。果不其然，当兰溪话音落下没有多久，远处的天际出现数道流光，如流星一般飞掠而来，最终落在了众人的身前。这些长老接近100人，全部都是武军强者，其中苏柔等人的师尊天字石岛也在其中。当然了，那位性格古怪的太寇却并不在其列，拜见师尊。见到自己的师尊出场，苏美等人也是长舒了一口气，赶忙过去参拜。毕竟他们的师尊对他们还是很照顾的，有他们师尊在场，他们也总算多了一份话语权。事实上，就连身份超然的秦羽、兰溪、王龙3人，此刻也要过去参拜。哪怕他们再厉害，但毕竟只是弟子，这近100位长老之中，有些实力要远在他们之上，他们也是必须参拜行礼。这一刻，倒唯有楚风像个没事人一样，静静地观看着这一切。秦羽，刚刚怎么回事？离得老远，就听见你在大呼小叫，成何体统？一位白发苍苍、满面皱纹的老太太开口了。这位老太太衣着得体，身板背硬，乃是武军巅峰的修为，比在场的9位天字号导师还要强，是近100位长老中最厉害的一位。楚风，这个老太太乃是刑罚长老，而秦羽的师尊乃是刑罚部的部长，他们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你千万小心一些，切莫太过顶撞，否则就算我们的师尊在，但也保不住你。这时，楚风纷纷收到了张天翼等人的各自传音，都是提醒楚风此刻的情形均对秦羽有利，要楚风收敛一些脾气，免得遭到不必要的惩罚。回长老，并非是秦羽要大呼小叫，实乃是事出有因。秦羽假惺惺的道：“事出何因？”如实道来。刑罚长老问道：“此处乃是千年古城，我四海书院最重要的禁地之一，每年只开启1次，并且只允许新生弟子中最优秀的几位进入其中历练，就连普通弟子或是修为有成的老弟子也不得入内。但是如今却有一个并非我四海书院弟子之人来到了这千年古城，长老，你说这件事情，弟子该不该管？”秦羽义正言辞的说道。听得秦羽一番话，刑罚长老已是明白了事情多经过，直接将目光投向了楚风，以极为严厉的语气说道：“既不是我四海书院弟子，为何会出现在我四海书院，还来到我四海书院禁地？你究竟有何目的？”徐长老，此子乃是我弟子的朋友，此次进入四海书院是来探望我这弟子的。就在这时，一位天字号导师开口了，那是苏柔的导师，显然是苏柔已经对其师尊说了些什么，他是站出来，是准备护着楚风的。没错，此子叫做楚风，也是我这弟子的朋友，是我弟子带他来的。苏美的导师也是开口，在此之后，张天翼的导师以及江无伤的导师也是纷纷开口替楚风解围。就算如此，他也不该出现在这里。难道你们的弟子不知道这千年古城是禁地吗？竟然带一个外人来这里，还将不将我四海书院的规矩放在眼里？那刑罚长老果然与秦羽一个鼻孔出气的，连天字号导师的面子都不给，显然是要对楚风不依不饶，替秦羽教训楚风。这一刻，所有关心楚风的人都暗叫不好，莫说是苏柔等人，
就连他们的导师也是面容微变，不知如何回答了。因为此处的确是禁地，按照规矩，莫说是外人，就连寻常弟子也不该来到此处。而刑罚部的人又以律法掌管生杀大权，他这样来问，的确无法回答。几位天导，你们弟子不懂规矩，事后定要好好教导一番。但毕竟是我四海书院的人才，又是你们的得意门生，于情于理，我都该给他们一次机会。我今日就不责罚于他们。刑罚长老以威胁的目光扫了一眼苏柔等人的导师，随后又看向楚风，冷冷的道：“但是此子，我今日必须好好惩罚一番，否则若是所有人都到我四海书院来胡作非为，那成何体统？”这位长老并非楚风，他要破坏我四海书院的规矩，实乃是闭嘴！难道你想与他一同受罚吗？这一刻，苏美本想替楚风辩解，但是还没将话说完，便被刑罚长老呵斥了回去。眼见刑罚长老是要动真格的了，为了自保，苏美等人的导师赶忙控制住了苏美等人，不让他们再说话，以免受楚风牵连，遭受责罚。来人啊，把此人抓回刑罚大牢！刑罚长老再度喝道：“遵命！”此话一出，顿时自长老群众走出10几位长老，一个个凶神恶煞的便向楚风走了过去，想要对楚风动手。这一刻，所有人都觉得楚风完了，唯有楚风依然淡定如初，掌心张开，浮现出一块令牌，对着众人一亮，高声喝道：“我有太寇导师令牌，谁敢动我？”什么太寇？此话一出，宛如晴天惊雷，所有人都吓了一跳。那已经来到楚风身前的长老们也是止住了步伐，不敢再轻举妄动。而那位刑罚长老更是眉头微皱，以凌厉的目光盯着楚风手中的那块令牌，泛起了为难。太寇那是四海书院的一个异类，莫说是他，就连院长都不敢轻易得罪的存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子怎么会有太寇的身份令牌？他不得不深思这个问题。太寇前辈的令牌真是好笑，太寇前辈的令牌岂会给你随便乱用？就在这僵持之时，秦羽突然冷笑一声，随后又对着刑罚长老拱了拱手道：“禀告长老，我怀疑那小子的令牌是假的，可否查探一下？”当然可以。刑罚长老点了点头，实际上他也没有见过太寇的身份令牌，因为太寇从来不需要亮出他的令牌，只要看到他的人，所有人就都怕了，所以他也不知道楚风手中的令牌是真是假。听到秦羽的话后，他也觉得楚风可能在造假，是想滥竽充数，毕竟以太寇的性格，可不会轻易给一个人自己的身份令牌，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于是那位刑罚长老看向楚风道，冷声喝道：“把你的令牌交出来！”见状，楚风也不没犹豫，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令牌是真的，所以不怕对方检查。说话之间，便将令牌丢向了那刑罚长老。可是谁想到，就在那令牌将要靠近刑罚长老之时，那秦羽却是突然出手，直接将令牌握在了手中。而在大概看了一眼后，他变得义正言辞对刑罚长老说道：“回长老，这令牌根本不是太寇前辈的身份令牌，是假的，你放屁！”听得此话，楚风大怒，指着秦羽便大骂起来，因为那令牌绝对是真的。秦羽这是想整他想疯了，大胆狂徒，不但手持假令牌，冒充与太寇天岛有关系之人，还敢当众辱骂我四海书院弟子！来人啊，先废掉此子修为，随后棍棒900，再打入大牢，听从部长发落。得知令牌是假的，那刑罚长老也是恢复了先前的气势，遵命。而那些站在楚风四周早就跃跃欲试的长老们，自然也不怠慢，一个个散发出武军独有的气息，便想对楚风动手，废掉楚风的修为。我倒要看看谁敢动楚风小友一根手指。然而就在这时，一道老者的暴喝突然在这方天地炸响，刺耳的声音，就连大地都是被震得连续摇晃，仿若地震一般。与此同时，一道独腿老者也是落在了楚风的身前，而当其落地之时，一股磅礴的气息更是散发而出，那气息横扫而过，势不可挡，只是眨眼之间，便将那些将楚风团团包围的长老吹飞开来，摔落到数十里外。太寇导师突如其来的一幕，使得在场之人大惊。而当他们看清那挡在楚风之前的人后，更是吓了一大跳，因为他们都能够认出此人正是天字石岛之首太寇。太寇，他怎么会来这里？莫非他真的与那叫楚风的小子有关系不成？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太寇是什么人？我太清楚了，他连四海书院的弟子都不雕，怎么会理会一个四海书院外的人？见到太寇，几乎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那些坐等看好戏的人都是满脸的意外与吃惊，不敢相信太寇真的会帮助楚风。而苏柔等人则就是满脸的狂喜，因为他们都知道太寇在四海书院有多利奥的。他老人家既然出场，那么恐怕今日没人能难为得了楚风了。太寇导师，怎么来这里了？开启千年古城的事情交给我们就好，不必劳您大驾的。那位先前还霸道无比的刑罚长老，此刻满脸笑颜，把那满是皱纹的脸挤得如同包子一般。先前的他多么利奥的，简直至高无上，但是当太寇出场后，他却瞬间就怂了。其实此刻真是慌了，因为从太寇先前的举动来看，多半太寇是与楚风有关系的。然而谁曾想到，太寇根本雕都不雕他，而是直接看向秦羽：“你给我过来！”什么？我听得此话，秦羽的身体也是不由剧烈一颤，着实被吓得不轻。因为太寇的凶名实在太盛，简直是四海书院内没有人敢得罪的存在。莫说他人，就说他的师尊，在四海书院内掌握生杀大权的刑罚部部长。刑罚部部长那是什么样的存在？简直是四海书院内无人不惧怕的存在。论起身份地位，绝不在副院长之下，唯有院长才能压他一头。但是就是这样的存在，
就曾在多位长老的面前被太寇暴打过一顿，并且打得连还手之力都没有，所以他深深的知道这太寇有多强。别看他只是天字号导师之一，但是说起真正实力，整个四海书院恐怕唯有院长大人才能与他一拼。事实上，就连院长大人也很忌惮这太寇，说这太寇是整座四海书院的活阎王，也绝不为过。所以这一刻，秦羽真的是怕了，怕的内心都在颤抖。但是太寇已经指名点姓了，他也着实没有办法，只能面带微笑，毕恭毕敬地问道：“太寇前辈，您是叫我，还用我重复第2次吗？”太寇冷声道。这一刻，秦羽哪里还敢犹豫，赶忙快步走上前去，来到太寇近前，先是对太寇施以一礼，随后微笑道：“太寇前辈，您叫晚辈何事？你说这令牌是真是假？”太寇指着秦羽手中的令牌问道。秦羽傻了，彻底傻了。其实之前他也无法确定这令牌是真是假，只是为了想整楚风，故意说是假的。但是此时此刻，他几乎能够确定这令牌绝对不是假的。此刻秦羽那叫一个恨啊，恨自己太冲动，为了整楚风竟然急功近利，不好好调查一下就说这令牌是假的。如今太寇当面质问他，这叫他如何回答是好？而就在这时，让所有人意外的一幕发生了，太寇竟然当着众人的面狠狠地抽了秦羽一个大嘴巴子，这嘴巴打的那叫一个响啊，比放鞭炮还要响，并且力量之大，就连身为4品5军的秦羽也是被直接打翻在地，并且吐出了一大口鲜血，左脸更是高高肿起，浮出一道紫色的淤血手印。给我起来！太寇再度喝道。秦羽不敢怠慢，连擦拭嘴角的血液都不敢，赶忙站起身来，再度走到了太寇的面前，并且站得笔直。我问你，这令牌是真是假？太寇指着那令牌再度问道，感受着自己脸上那火辣辣的痛感。秦羽犹豫在，此刻他也顾不得颜面不颜面，在太寇这个活阎王面前，他只能委曲求全，想尽一切办法尽快脱身，否则就算他师尊出面，都救不了他。于是他最终咬了咬牙回前辈，这是真的。然而他此话刚出，太寇对着他的右脸又是一个大嘴巴，并且这一记耳光比先前的还响，比先前的还重。秦羽不但被打倒，口吐鲜血，更是吐出2颗大槽牙。但是秦羽绝对想不到，这不仅仅不是噩梦的结束，反而只是开始。太寇浮空飘动，飘到秦羽面前，用那只独腿对着秦羽的脸的就是一脚，直接把那半跪在地的秦羽给踹翻在地。随后他干脆一屁股坐在秦羽身上，轮动双手，对着秦羽那英俊的小脸就是一顿大嘴巴子。他一边打还一边骂：“真的你说是假的？你是何居心？这是根本不将老子放在眼里啊！你他妈的是不是想死？是不是想死？”这一刻，众人真的是看得胆战心惊，甚至感觉自己的脸都在跟着疼，因为太寇太狠了，数个大耳光下去，秦羽已被打得面目全非，鲜血模糊，已经被硬生生的打昏过去。但是太寇还在打，太寇天道，快住手！他快被你打死了！眼见着秦羽的脸皮都被打烂了，那位刑罚长老终于开口了：“你说什么？”然而谁曾想，那刑罚长老此话一出，那太寇直接那冰冷的目光转向了他。这一刻，那刑罚长老简直悔死了，连肠子都悔青了，因为他能够感受到那太寇的目光有多可怕。最主要的是，此刻太寇竟然已从那秦羽的身上起来，单腿站的一蹦一跳的向他走来。虽然说太寇这样的动作看起来有些好笑，但是他却一点也不觉得，因为在他眼里，那向他走来的俨然就是一个恶魔。你刚刚说什么？再说一遍。太寇来到刑罚长老近前，太寇以极其冰冷的语气问道。然而这位堂堂5军巅峰的高手，堂堂刑罚部的刑罚长老，此刻却如同秦羽一样被吓得结结巴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突然之间，太寇出手了，竟然如同对待秦羽一样，直接一个大嘴巴子狠狠地落在了刑罚长老的脸上，并且那效果如同秦羽一样，这位刑罚长老直接被一嘴巴抽翻在地，并且吐出一大口鲜血。看着那倒卧在地的刑罚长老，太寇的脸上没有一丝同情，而是冷冷的道：“别以为你是女人，我就不敢打你。”说完这句话，太寇又以那冰冷的目光扫向众人，淡淡的道：“怎么样，热闹好看吗？”这一刻，所有人都不由低下了头，根本没有人敢与太寇正视，而凡是给看到的人，更是不由自主的吓得倒退一步，他们真是害怕极了。而对于众人此刻的反应，太寇则是轻蔑的一笑，笑容中充满了鄙夷。随后他单掌张开，直接将那还在秦羽手中的令牌吸了出来，随后大袖一挥，便将那令牌送入了楚风的手中。做完这一系列动作后，太寇再度看向众人，高声喝道：“你们给我听好了，这身份令牌我送给楚风小友，从今以后见楚风小友者如见我，所有弟子都要向楚风小友行礼参拜。若是谁敢对楚风小友不敬，哼，就算是天王老子，我太寇也敢打得他生活不能自理。”此话说完，不得不说，再度在人群之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如果说先前太寇的举动，人们还迷迷糊糊觉得太寇只是为了自己的颜面才这般大发雷霆的话，那么此时此刻，他们几乎可以确定，太寇之所以这般不为其他，那就是要告诉所有人，他要照着这个楚风。这一刻，所有人都不由得偷偷将目光投向了楚风，暗中重新打量起楚风，心中猜想这个家伙究竟是何方神圣，竟然能让那孤僻怪异的活阎王太寇这般看好，这样维护。但不管众人怎么看，他们心中都很清楚，这楚风是不能得罪了，因为秦羽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开启这千年古城，你们谁负责？突然，太寇问道。我回太寇前辈，是我负责此处。那位被太寇打了一耳光的刑罚长老赶忙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回道：“娘的，你叫谁前辈？长得比我还老，竟然叫我前辈！”然而他此话一出，却是换来太寇的一顿痛骂：“是我不对，是我不对，
这位刑罚长老真是太怕太后了，赶忙纠正道：“回太后天岛，这次开启千年古城是我负责。这楚风随同他们几个一同进入千年古城，你可有意见？”太后再度问道。没意见。刑罚长老摇了摇头，不敢说半个不字。楚风，跟他们进去吧。至于这令牌，你就留在身上，不用给我了。以后这四海书院就是你家，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无论是哪，你都随便溜达。要是在这四海书院内有人敢拦着，你就告诉我，奶奶的，谁敢不给我太后面子，我把他屎给打出来。太后对楚风说道。多谢太后前辈。楚风对太后施以大礼，他真是没有想到太后会来到这里，并且做出这样的举动。但不可否认的是，太后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楚风铺路，让楚风在这四海书院内可以横行无阻。但是想想他与太后非亲非故，当初人家要收自己为弟子，自己又给人家拒绝了，如今他肯将令牌借给自己，已是仁至义尽，但是却又偏偏做到这种份上，着实让楚风不知该如何是好。真心的感激太后的所作所为，人心都是肉长的，凡是有点良心的人，受人恩惠都会知恩图报，而楚风更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已暗下决心，日后若有能力，一定要好好报答一下这位太后。秦羽这小子目无尊卑，不但满口胡话，更是卑鄙无耻，为对付他人简直不择手段。我得去找他师尊理论理论，让他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孝弟子。这里我就不多留了，你们该开启千年古城的开启千年古城，该进去历练的进去历练吧。话罢，太后探手一抓，直接将那面目全非的秦羽抓在了手中，随后如同踢小鸡崽子一般，提着秦羽便腾空而起，飞离而去。看着太后的身影彻底消失，在场的所有长老，包括一些弟子，皆是如释重负，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尤其是那位刑罚长老，更是如获众生一般，赶忙擦拭了一下嘴角的血液以及满头的大汗。此刻，无论是那些长老还是弟子，都没有人再对楚风说什么，甚至没人敢正视楚风，就算看也是偷偷的看一眼，便赶忙收回了目光。楚风知道这些长老是怕了，并非真的怕楚风，而是怕那在楚风身后为楚风撑腰的太后。在刑罚长老的带领下，众位长老开始合力开启这进入千年古城的入口。流程很简单，无非就是用特别的手段开启特别的阵法，在那强横的结界中打开一个缺口，这样楚风等人便可进入其中了。终于，在近100位长老的合力开启下，那无形的森林外突然开始出现如水纹一般的波动，并且波动越来越大，最后竟然浮现出金灿灿的光芒。楚风知道那是隐藏结界，并且这道隐藏结界很强，只不过在近100名长老以特殊手段的开启下，这道结界已被打开。果不其然，很快的，那蠕动的金色结界便开始张开，最后形成了一道金色边框的华丽大门，浮现在了那森林前方。千年古城是一处不解之地，相信关于它的传说，你们早已耳熟能详了。不管这里如今既然是你们要历练的地方，那有一些事情我就必须对你们讲述一番，让你们心里有一个数。进入其中后，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遇到一些危险，起码有些应付的办法。至于为何说它是一处不解之的，因为这千年古城内的很多事情，至今仍是不解之谜，世人皆知。千年古城极大，是数千年前东方海域内一强大妖兽族群的老巢，那妖兽在此处建立了不弱于人类的文明，这便是千年古城。但是如今千年古城的辉煌不但未能流传下来，甚至连千年古城的核心地带也是消失不见，就如同并未建造过，甚至从未出现过一样，难觅踪迹。可是早在数千年前，就有人绘画过千年古城的全貌，那画中千年古城的面积起码比现在大1倍，并且的的确确是有核心地带的，所以几乎可以确定千年古城的核心地带是消失了或被人隐藏了。不过这却不是千年古城最令人费解的地方，最令人费解的是，如今这整片森林内都笼罩着一层奇特的压力，那压力很特殊，很诡异，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很强大。进入其中根本无法御空而行，甚至连我等修武者在内行走也是步履维艰，很不容易。关于这威压究竟来自何处，我四海书院的前辈早曾探索，但未能得到答案。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如今的千年古城依然是出奇的，而在千年古城外，乃是一片更为广阔的浩瀚森林。在这浩瀚的森林内，不但有天药以及奇珍异宝，甚至还有凶悍的武药和凶兽。不过好在，所有危险的事物都只活动在森林内，他们是不敢进入千年古城的。所以我劝你们，进入其中后，若是没有与武妖对抗的能力，最好不要向森林深去走。另外休息之时，最好都回到千年古城内，不要在森林逗留。此次历练时限为10日，10日之后我会开启入口，放你们出来。刑罚长老高声讲述，但是很快又补充一句：对了，既然是历练，就肯定有危险，进入其中生死难料。若是怕了，现在倒是可以选择留下。有胆怯的吗？没有。所有弟子一同回道，唯有楚风淡淡的看着这一切。那就进去吧，10日之内都到此处集合，这是规则。10日之后没有在此处集合者，我等会进入其中搜索。若是被我等搜索到还在森林内历练，或者只要是身体健全没有受伤者，都将受到处罚，因为这等于是违反了规则。刑罚长老再度提醒道。随后楚风一行人便自入口而进，踏入了那片浩瀚森林内。而刚刚穿越结界，楚风便感觉到了一股巨大的压力笼罩于身，束缚，感觉自己浑身的力量都被束缚了，有一种难以完全发挥的感觉。楚风能够确定，此刻他的战力定然大大缩减，而最为怪异的是，他的确失去了御空飞行的能力，就如同这方天地的空间形态不同，根本无法御空飞行一般。事实上，此刻已有人在试探，
试试刑罚长老说的对不对？正在试着御空飞行，但是结果告诉他们，尽管他们可以一跃数米，甚至比那古老的大树还高，但的确失去了飞行的能力。此处果然怪异。在感受到此处的奇特之后，无论是王龙、王月，还是兰溪、蓝胭脂，又或是刘振伟等人，都是纷纷掠入丛林深处，去寻找天药和武药，因为这是他们来到此处的目的。一时之间，此处便只剩下了楚风一行人站在原地，所有人的目光都凝聚在楚风身上。不得不说，身在此处，楚风无形间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主心骨。先去千年古城吧，楚风开口道。他们此行的目的与王龙等人截然不同，可并非这森林内的天药和武药，而是这千年古城真正的秘密。江无伤等人皆是点了点头，表示赞同。事实上，刑罚长老们之所以选择此处开启入口，是有着一定原因的。在这里开启入口，会有一条小路，顺着小路前行，很快便能到达千年古城。也就是说，此刻楚风等人所在的森林面积并不大，真正蕴藏危机的森林在千年古城的另一面。而楚风等人顺路而行，只是短短半个时辰，便走出了丛林。浮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座古老的而巨大的城池。这座城池真的很大，大到超乎想象，并且建筑很奇特。虽说没有人类建筑那般精致且富有美感，但这座城池内的建筑却处处彰显着雄威与霸气。最主要的是，那股扑面而来的古老气息，让楚风知道这座城池真的年代久远。来到此处，楚风便张开了自己的精神力，开始仔细搜索这座千年古城，寻找特殊之处，但却感觉不到任何特殊的地方，可谓毫无收获。并且从表面来看，这座城池就是完整的，根本看不出来是缺少了一部分的。不过对于这种情况，楚风也早有预料，于是他在古城内转了一圈后，便突然身形一纵，如灵猴一般踩踏建筑，连续跳跃，最终登上千年古城内一座最高的建筑顶部，居高临下。楚风开始动用天眼，由上而下仔细观察起来。这座古城还真是隐藏了一部分，好厉害的手段啊！天眼之下，千年古城顿时原形毕露，就连蛋蛋也是看出这千年古城是缺少了一部分的。如今的千年古城是拼凑而成，最重要的一部分的确消失了。蛋蛋，对于这千年古城你怎么看？楚风与蛋蛋共享视听，所以楚风天眼下所显现的一切，蛋蛋都能清晰看到。一座非常厉害的大阵，先将核心地带隐藏，随后又将剩余的建筑重组，这才形成了现在的古城。不过这大阵再强，却也是阵法，天下间没有破不开的阵法，寻其阵眼，自然可解。蛋蛋分析道：依我看，这座大阵起码有8道阵眼，需要一一破解才行，并且只有1道在这千年古城内，其他7道阵眼皆在森林内。最主要的是，这阵眼精神力无法捕捉，唯有用天眼才能观察得到。再加上如今修为受到束缚，无法御空而行，不得不说，想在10日内破解此阵，有着很大难度。不止蛋蛋看破了这大阵的关键所在，楚风更是看得彻彻底底。如今他对天眼的运用越来越熟练，且分析的能力也越来越透彻，这不也刚好试探一下你对天眼的掌控力吗？蛋蛋笑嘻嘻的道，始终一副事不关己既不操心的模样。你这丫头！楚风无奈的摇了摇头，随后便一跃而下，最终如同利剑一般插入了地表之上。楚风大哥，怎么样？此刻江无伤等人一直在下方守候，见楚风下来后，全部都围拢过来，他们都在以那期待且忐忑的目光看着楚风，尤其是江无伤，他对此处的确是寄予厚望。面对众人的目光，楚风微微一笑，关于那位地级血脉的男子是否存在，这点无从得知，但是我倒是发现这千年古城的确隐藏了一部分，并且我有办法将那隐藏的一部分找出来。楚风大哥，你说的是真的？听得此话，江无伤狂喜无比，但与此同时，他也感觉不可思议，毕竟这千年古城是个不解之谜，四海书院多少年来始终在探寻，但却毫无所获。而楚风只是刚到此处，并且随便的看了几眼，竟然就发现了这么多，着实让人感觉难以置信。事实上，不止江无伤激动不已，就连苏柔、苏美、张天翼3人也同样如此，皆以那满含震惊与佩服的目光紧紧地凝视着楚风。对于几人此刻的目光，楚风则是面带微笑，点了点头，千真万确。楚风大哥，你实在是太厉害了，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自从这千年古城被四海书院占据，四海书院历代以来，不知派过多少高手来此调查，但皆是毫无所获。想不到你只是看了一眼就看出了端倪，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是好，你绝对是我江无伤的大恩人。见楚风确定，江无伤更是激动的有些失控，竟然将抱住楚风，哈哈大笑。而对于江无伤此刻的心情，楚风是非常能够理解的，因为地级血脉对于江无伤来说，着实是太重要了，可以说是他奋斗一生但却未必能够触及的东西。如今楚风却给了他希望，这叫他如何能不激动？但是连楚风自己都不能确定，那隐藏的古城内到底有没有与地级血脉有关的东西，所以只能安抚道：无伤弟弟，我很理解你此刻的心情，但是说实话，就算我能解开这座大阵，可也无法确定这里面究竟有没有与地级血脉有关的东西。楚风大哥，难道你没有感觉不到吗？听得楚风此话，江无伤反倒很是意外地看向了楚风。感觉到什么？楚风很是不解，那种来自地级血脉的威压。江无伤道：地级血脉的威压。此话一出，莫说楚风，苏柔等人也皆是大吃一惊，因为他们可没有感觉到什么地级血脉的威压。倒是楚风最先反应过来，对江无伤道：无伤弟弟，你所说的地级血脉威压，莫非是笼罩着我们的压力？难道楚风大哥你感觉不到吗？江无伤道：能感觉到威压，但是分辨不出这是否是来自于特殊的血脉。楚风摇了摇头。见状，江无伤看向了苏柔和张天翼等人，
而苏柔等人也如楚风一样，同样是摇了摇头。这一刻，江无伤看向楚风的目光则是更为复杂。其实天意大哥他们感觉不到，倒也正常，毕竟他们没有特殊的血脉之力。但是楚风大哥，你居然也感觉不到那种来自灵魂深处的压力，那看来多半只有2种可能了。无伤弟弟，你此话何意？楚风追问道。第一种可能，那就是你并非传承血脉拥有者，所以才感觉不到那地级血脉那笼罩于血脉之上的威压。第二种可能，那就是你的确是传承血脉的拥有者，但是因为你的传承血脉还要在地级血脉之上，所以它根本无法笼罩你的血脉深处，已经无形中被你抗拒。江无伤道，原来是这样。听到此处，楚风已是恍然大悟，原来拥有黄级血脉的江无伤进入此处后，不但感受到了其他人感受的威压，更是感受到了其他人感受不到的血脉压迫，而这种血脉压迫便是地级血脉。看来我必须抓紧了，不管这里的威压是否来自于那隐藏起来的城池中心，但我必须要试上一番才行。楚风微笑道。随后，楚风便独自一人离开了千年古城，他直接踏入了丛林深处，因为那里拥有阵眼的可能性最大。至于苏柔等人，也并没有去到丛林内捕捉天药，而是在千年古城内休息，坐等楚风归来。楚风一路飞奔，速度奇快，尽管修为已被压制，但是他的速度仍快到不可思议，想必在这片区域内，没有人的速度能够追得上他。不止如此，楚风踏草无痕，急速飞奔，不但没有遗留气息，甚至连一点声响都没有溅起。之所以会如此，那是因为楚风为了更快地达到目的，已经动用了3重雷霆的力量。如今的他的修为乃是2品5军，但是战力却要比4品5军还要强上几分。突然，楚风止住了步伐，如标枪一般站在了地上，以那凌厉的目光扫视起前方的一小片空地，脸上不由得浮现出狂喜之色，暗道：想不到这么快就能找到一道阵眼。这片空地用肉眼来看毫无特殊之处，甚至凭借精神力都发现不出任何异常，除非是黄袍界灵师，否则根本无法凭借精神力看破此地。但是楚风却做到了，楚风看破了此地，知道这里乃是隐藏千年古城的阵眼之一。只不过哪怕如此，楚风脸上的狂喜之色也是很快暗淡了几分，因为他早就知道这里的阵眼共有8道，其中1道在古城内，另外7道皆在古城外，并且想破解这8道阵眼是有顺序的，若是乱了顺序，将会酿成大祸，恐怕这片森林内的所有人都要死。可以说这是布置者故意设置的一个局，他设置了一个可以破解的局，但是至今以来显然还没人能够破解，甚至可以说还没有人发现这个局。楚风应该是有史以来的第1位，不用垂头丧气，要知道这里哪怕是武王级别的金袍界灵师都发现不到，唯有黄袍界灵师才能发觉，并且就算找到，也未必能像你一样一眼就看出阵眼的顺序。虽然蛋蛋平时一副看热闹不怕事大的模样，但是往往在楚风真的遭受打击或是面临挫折和困难时，他会第一个站出来安慰楚风，劝解楚风，为楚风破开迷雾。时间还来得及，我不仅要在10日内破开此阵，还要在10日内解开此处之谜。楚风一笑，悄悄留下只有他能发现的记号后，便身形一跃，再度寻找起来。而可能是苍天不负有心人，也可能是楚风真的运气好，在天色还大亮之时，楚风便找到了第2道阵眼，并且这道阵眼的顺序乃是顺序1，是可以现在便可以立刻开启的阵眼。想不到这么快就被我找到了，就让我来看看黄袍界灵师留下的阵眼究竟有何奥秘吧。事到如今，楚风几乎确定布置此阵者乃是一位黄袍界灵师，并且这个人多半是武王强者，很有可能就是那位拥有地级血脉灭掉这千年古城妖兽族群的强大存在。说做就做，楚风发现此处后，先是布置一道隐藏结界，将这周围隐藏覆盖，以免破解阵眼之时引发什么动静，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在布置好隐藏结界后，楚风才开始布置开启阵眼的结界阵法。虽说这里是黄袍界灵师的手段，但是楚风凭借天眼看穿了他的结构，发现了他的弱点。况且那布置者留下此阵就是设局，他一直在等待破局之人，布置的结界强度也不是很高，只是隐秘性比较强罢了，所以楚风破解起来倒也简单。紫色结界光芒流转，只是眨眼间的功夫，那片看似寻常的土地便开始狂风肆虐，微微颤动，最终一道光芒冲天起，一道霸气无比的大门缓缓地自地底浮现而出。这道大门为金色，但是却并非金色结界之力打造而成，这个金色的结界与金袍界灵师掌握的金色结界之力截然不同，从之上有着天差的别，不仅漂亮，更是威武。这已经不颜色级别的结界之力，而是一种全新高度的结界之力，黄级结界之力。幸亏事先做好了准备，否则还真要引起一番注意不可。看着此刻眼前那光芒四溢、由黄级结界之力打造的大门，楚风知道这就是阵眼的入口。踏门而入，楚风进入了一座隧道，但是走了没几步，楚风便发现隧道的前方出现了3个入口。楚风并没有擅自踏入，因为他总觉这里不妥。而经过天眼仔细的观察之后，楚风果然发现异常，原来这里是座迷宫，若是走错一步，就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阴险。这里的建造者真的很是阴险，虽然他没有直接设下机关，或是留下强大的守护者，但是他却在无形中布下了一道危机重重的局。这个局中有无数条道路，有无数个选择，但是只要走错一条路，选错一道门，就将没有回头路。等待入局者的乃是4个字：必死无疑。不过幸亏楚风掌握天眼，并且行事谨慎，提前看破此局，并且寻找到了通往生路的线索。但是哪怕如此，楚风也不敢大意，小心谨慎，每遇到选择的入口之时，都会仔细观察，
反复确定才会踏入，真可谓是步步惊心。而在这种高紧张的状态下，楚风也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他只知道已经穿越了无数条路，跨越了无数道门，但他还未曾遇到过致命的危险。这说明他至今为止走的路都是对的，他的判断是对的。终于，楚风的前方出现了耀眼的金色光芒，那是离开阵眼的出口。楚风快速行走，果然再度看到了一道金灿灿的大门。只不过这道大门并非来时之门，而是真正的出口，并且在这出口前还浮空悬着一把钥匙，一把长达3尺，如同短剑一般的钥匙。楚风收起钥匙，跨越此门，便感觉眼前一阵模糊，随后他便回到了先前踏入阵眼的地方。环目四周，除了天色已黑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微风依旧，鸟鸣依然，手中的结界钥匙就这样握在掌心，甚至自己布置的开启结界还在运转，但是在用天眼观望，却发现那阵眼已经悄然不见。楚风，你成功了！成功的破解了一位黄袍界灵师布置的阵眼，此事若是传出去，定会轰动东海，你也将名扬天下。因为这阵眼的设计者心思缜密，哪怕是黄袍界灵师来破解，都未必能够如此顺利的解开，但是你却做到了，我不得不说，这真是可喜可贺。你在结界之术上的成长，甚至还高于你在修武之上的成长。结界之术的掌握者，最重要的是智字，无论是与界灵沟通，让界灵心甘情愿的为自己卖命，还是破解阵法，布置死局，都需要过人的智力，才能胜人一筹，位于不败之地。但是你现在具备了。抛开修为不谈，只论结界之术，恐怕是武王境的金袍界灵师也远不如你。淡淡赞赏不断，因为自打进入阵眼后，他没有提醒楚风任何事，全部是楚风自己看破，并且进行选择。也可以说是他没有机会提醒楚风，因为几乎在他发现不对之际，楚风也已然看出了端倪。楚风的成长不仅令他欣慰，更是令他赞叹。智的较量，的确，这阵眼的布置者就是一位智者。几乎在那迷宫之中，他没有设置任何提示，看似简单至极，实际上危机四伏，稍微大意一点便会葬身其中。还好我有天眼，否则以我如今的精神力，什么都看不出来。楚风笑了笑，虽然很多细小的差别都是他自行做的抉择，但是归根结底，天眼才是帮助他的关键。天眼是我叫你的，但是我之所以叫你，是因为我看好你。我为何看好你？这是你的本事。虽然我被封印在你的界灵空间内，迫不得已需要靠你变强，恢复实力，但若不是你博取了我的信任，我也不可能将所有东西都交给你。说到底还是你够厉害。淡淡在发自肺腑地夸赞楚风，楚风的成长让他发自内心的高兴。而不得不说，淡淡的这番夸赞不仅为楚风增加了自信，更是为其增加了动力与斗志。将手中的结界钥匙收好后，楚风并未停留，而是继续向深处前行，踏上了继续寻找阵眼的旅程。因为不知不觉间，天色已经黑了，这说明楚风破解阵眼的时间花费的还是很多的。而四海书院规定，此处只允许驻留10日，所以楚风必须要抓紧时间，不仅要在10日内破解阵法，更是要在10日内解开谜团。他已是做好了不眠不休的准备，为了兄弟拼了！夜深人静，微风瑟瑟，这看似平静的丛林内，却潜伏着无数种未知的危机。此处乃是丛林的深处，不仅有着凶猛的天药，更是偶遇着凶狠的武药，甚至一些完全没有神智，只有杀戮本能的凶兽。楚风小心谨慎，行踪诡异，就如同幽灵一般，飘荡在这浩瀚丛林之内，没有任何人和物可以发现楚风的踪迹。楚风仍在专心寻找阵眼，可是忽然之间感觉不对，凭借敏锐的耳力，他听到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终于，楚风内心一动，因为他已然听出那声音为何物。那是一个女子的声音，是一个女子在叫，但却叫得十分荡漾，甚至非常享受，听得人心里酥酥的。仔细聆听，甚至在那忽高忽低、忽长忽短的女子叫声间，还有男子粗狂的喘息声。娘的，竟然有人在这样凶险的丛林深处做苟且之事，不得不说，实在太胆大妄为了。人都是有好奇心的，楚风也不例外，他真的很好奇，是什么人这么有闲心，在这里做这种事。楚风仔细分析了一下进入此处之人，以他们对彼此的态度来判断，楚风觉得没有一对是存在这种特殊关系的才对。乱搞，竟然是有人在乱搞。在他们这群进入此处历练的人群中，除了他与苏柔和苏美外，明明没有人是恋人关系，而此刻有人做这种苟且之事，这不是在乱搞，这是什么？究竟是什么人呢？出于好奇，楚风顺着那声音传来的方向缓缓靠近，最终发现这里布置了一道隐藏结界，但是这根本难不住楚风。楚风天眼之下，连阵眼都将原形毕露，这种区区隐藏结界简直如同虚设。天眼一出，楚风眼前的事物顿时变得不一样，开始缓缓蠕动，渐渐淡化。他先是看到了一层紫色结界，这说明是紫袍界灵师布置的隐藏结界，但是很快的，那紫色结界便开始消散，最终彻底消失。楚风能够看透结界内的一切。终于，楚风看到了一男一女2个身影，正在做着苟且之事，竟然是他们。看到这一幕，楚风不免有些意外，因为他已然认出这对男女竟然是兰溪的妹妹蓝胭脂和王月的哥哥王龙。那蓝胭脂似是对秦羽有意，但并未看出他对王龙有心啊。而王龙显然对兰溪有情，但未看出他对蓝胭脂有兴趣啊。深，隐藏的足够深。看这对狗男女此刻那忘情的模样，楚风觉得他们不正当的关系，起码不是1日2日了，否则怎么能够如此的熟练，如此的忘我，如此的投入？连他在一旁观看都未发觉，他们2个的话倒也算是绝配。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甩开自己的弟弟和姐姐的。算了，不打扰你们，继续享受吧。
在得知是谁再次享乐后，楚风微微一笑，便准备转身离去。虽然他好奇心颇重，但可没兴趣继续看这对狗男女的现场直播。有这时间，他倒不如回去抱抱苏柔和苏梅两个美人呢。论容貌，论身材，甚至肌肤的手感，这蓝嫣芷和苏柔比可差远了。只不过楚风如今的首要任务是要破解那隐藏古城的大阵，也没心思去做那种事。兰溪，我让你对我爱答不理，我让你对我冷若冰霜，我让你不正眼看我，如今还不是要让我摆布？可是就在楚风刚刚转身之际，却突然发现不对，那王龙竟然在呼喊兰溪的名字。这一刻，楚风再度回头观望，发现王龙变得越发疯狂，嘶吼连连，怒气滔天，宛如化成了魔物一般。但是再度看向那与王龙做着苟且之事的女子，却发现那明明就是蓝嫣芷，根本就不是兰溪。这王龙疯了不成？楚风感觉莫名其妙。龙哥哥，你坏死了！明明是胭脂在陪你，你怎么呼喊我姐姐的名字？而就在楚风不解之时，那蓝嫣芷也是娇喘着睁开了双眼，有些不悦地说道：“你是我的，你姐姐也早晚是我的。你不是答应过我要帮我搞定你姐姐的吗？”王龙哈哈笑道：“我的确答应过你，但是你要给我时间啊！毕竟我姐姐的性格你是了解的，想让她对你有好感，我还要慢慢努力。至于让她喜欢上你，那就更难了。”蓝嫣芷娇媚的道：“喜欢我？我不需要，我只要得到她就可以，我不需要她喜欢我。”蓝嫣芷，你明天回去后就和你姐姐一同狩猎5药，趁她疲惫、警惕性低时，将这个掺入她的食物内，然后再用信号符咒通知我。那个时候，我自然会收拾了你姐姐。王龙说话之间，将一瓶药水拿了出来，那是一种特殊的药物，能够让女子产生特殊欲望，却又陷入迷糊状态的药物。而看到那瓶药水后，蓝嫣芷也是面容一变，露出惊恐之容，赶忙摇头道：“不行，你这样强来，我姐姐事后会知道是我做的，她会杀了我。依照她的性格，她一定会杀了我的。放心，不会，我早就算计好了。这丛林深处有一种特殊的凶兽，叫做色心兽。那色心兽已然变异，它见到男人必杀，但是见到女人却必辱，这是它的一种本能，并且它还能够释放出一种特殊的气体。那气体只对女子有用，对男子无效，但却的确能够使得女子在无形之中被迷惑，从而变成荡妇，让她得逞。等你姐姐服下此药之后，意识会变得模糊，我将你们姐妹一同拿下，再在拿下你们的时候，布置特殊阵法，模仿色心兽的叫声，制造色心兽的虚影。这样一来，事后你姐姐就会以为是被色心兽侮辱了，根本不知道是被你所害，更不会知道是我所为。王龙一边阐述，一边哈哈大笑，显然对于这一日不仅蓄谋已久，更是期待已久。原来你早有准备，难怪你之前让我无论用任何办法都要劝我姐姐陪我一同来此处历练。原来你一开始的目的就是我的姐姐。蓝嫣芷有些生气，没错，我一开始的目的就是她，在很久以前，我的目的就是她。从来到四海书院看到她的第一眼，我就爱上了她。这近4年的时间，我对她像祖宗一样。历练的时候，我总是挡在她身前，替她挡下危险；有好东西的时候，我总会第一个拿给她，让她去体验。可是她呢？她始终都不正眼看我，甚至都不拿我当朋友。哪怕我成为了与她齐名的3大天才，她也依然如此。我开始爱她，但我如今恨她。我不要她喜欢我，我只要她的身体。王龙有些抓狂，怒气滔天：“我不能帮你，我不能这样坑害我的姐姐。”看到王龙这样的模样，蓝嫣芷毅然地摇了摇头：“你说什么？再说一遍。”见蓝嫣芷竟然拒绝自己，王龙顿时面容大变，眼中爆射出2道寒芒。“我说我不能帮你这样害我姐姐。虽然她平时对我严厉，但毕竟是我姐姐。”蓝嫣芷话还没有说完，王龙的大手便如鹰爪一般，死死地捏在了她的脖颈之上，并且威胁道：“你竟然敢拒绝我！你忘记你姐姐不给你修炼资源的时候，是谁给的你修炼资源？你忘记你姐姐不帮你炼化资源的时候，是谁在帮你了？你敢不帮我？你不帮我，我就把去抓来10只色心兽，让10只色心兽一起玷污了你，然后再把此事告诉四海书院的所有人。”此刻蓝嫣芷小脸通红，就快要断了气，在拼命地挥动双手，示意让王龙放手。“你说究竟帮不帮我？”王龙放开了手，再度厉声问道。而这一刻，蓝嫣芷先是一阵剧烈的喘咳，脸上不仅有痛苦，还有恐惧。她终于感受到了这王龙有多可恶。虽然后悔当初贪便宜与这王龙通奸，但是如今却已没有回头路可走，因为他知道王龙绝对是那种说得出做得到的角色，最终只能妥协道：“帮，我帮你，这才乖嘛。”见蓝嫣芷答应，王龙顿时一阵猖狂大笑，随后便再度扑到了蓝嫣芷的身上，开始疯狂地揉虐身下的尤物。娘的，真是变态！虽然隐藏结界能够隔音，但是楚风却是将一切都听得真真切切。他没有同情那蓝嫣芷，但却不得不为兰溪感到可悲。尽管他与兰溪并无交集，但是从之前兰溪对待苏柔等人的态度上，楚风也能看出兰溪与蓝嫣芷是截然不同的人。可以说，兰溪是一个天赋卓越、样貌出众，并且毫无架子好人。但正所谓事不关己，既不操心。虽说那兰溪人品不错，但这毕竟是兰溪自家的事。楚风如今有要事在身，他也不准备随便出手去管这种事。何况就算他相关，但他也没法去管。若要实话实说，兰溪肯定不信，反倒容易被蓝嫣芷反咬一口。若是跟着兰溪姐妹，然后等到蓝嫣芷要害兰溪的时候，再出面制止，从而指证蓝嫣芷，却又浪费时间。因为楚风不知道蓝嫣芷会在什么时候动手，最主要的是楚风也没有这个时间。于是楚风只当是看了一场闹剧，并未插手，转身离去。一夜的搜索，楚风收获还算不错，他总共发现了3座阵眼，但只开启了1座。为了不让苏柔等人担心，楚风必须返回千年古城，让他们知道自己如今不但没事，收获不错，并且哪怕在丛林深处，也没有什么能伤得到他。
楚风回城时看到了一只特殊的凶兽，这只凶兽外面是厚厚的钢甲，但是钢甲内部却是鲜美的嫩肉。楚风想着，反正苏柔等人在古城内等候闲着也是闲着，与其吃干巴巴的干粮，倒不如给他们准备一好的食材，让他们自己烹制一些美味。毕竟如今他可知道，原来苏柔是有着一手好厨艺的。于是楚风便顺手将这只凶兽猎杀，拖着它向千年古城行去。当楚风返回千年古城之时，天已大亮，但是还未进入古城，楚风便发现了一道妙曼的身影，是兰溪。兰溪站在一座建筑之巅，四下观望，看到楚风后微微一笑，客气的点了点头后，便再度将目光投向远方。尽管兰溪表面平静，但是楚风在他那柔和的目光下，能够看出他在担心。楚风知道他在担心什么，定然是在担心自己的妹妹蓝胭脂。可是若是兰溪知道此刻他的妹妹正与王龙在一起享乐，并且计划好如何算计他后，不知这兰溪会是什么心情。这一刻，楚风心中感到有些不是滋味。他承认，他真的有些同情兰溪这个可怜的女人。想到此处，楚风放下手中的凶兽尸体，随后连续跳跃，最终落在了兰溪的身旁，微笑道：“起得这么早，休息好了吗？和你比，肯定休息得好。你未免也太拼命了吧！竟然一夜未归，也不怕遇到凶险。”兰溪微笑道，她笑得很和善，没有恶意，也没有殷勤，就像是在对待一个普通的朋友，有着些许关心。身处当下世界，无论何时何地，凶险总是难免的。但是我这个人向来谨慎，足够谨慎的话，任何凶险都能避免。兰溪，这丛林之中危机无数，有的时候不只是武妖，或是凶兽，甚至也可能是人。我劝你也像我一样，谨慎一点为好。哪怕最亲近的人，有的时候也要提防。说完这句话，楚风便身形一纵，落回地面，拖扛着那只凶兽向古城深处走去。唯有兰溪站在原地，看着楚风的背影，目光中涌现着些许迷糊。随后他撇了撇小嘴，便再度将目光投向远处，仔细观察起来。楚风走后，他的目光中彰显出了更为浓郁的担心之色。楚风进入古城内，便张开精神力感应起来，他一一发现了刘镇伟还有王月等人，但却未感应到王龙和蓝胭脂。果然他们彻夜未归，兰溪的确是在等待蓝胭脂。最终楚风来到了，离开时他亲自为苏柔等人挑选的休息之所。只不过楚风靠近之时，却意外地发现江无伤正在宫殿外的小型广场内烹饪食物，并且味道还挺香。